欢迎来到《谁是我的前任》第1季。8位男嘉宾中有1位是女嘉宾的前任，能挽回她就能拿到30万奖金。那不是如喝水般简单，手拿把掐。我前任们人都挺好的，不管是谁，说开了就好了。30万奖金，白捡。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？8个有7个是我前任，漂亮。陆燕，我的初恋，高中时期的学霸男神。大3那年分手，原因是我觉得他太冷淡了，他觉得我太吵了。分手那天他说，宋婉棠你迟早会后悔的，然后拉黑了我所有联系方式。沈石安，大学时期的男朋友，分手原因是异地，他出国读研，我在国内工作。3个月后我提了分手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说了一句好，从此杳无音讯。季野，毕业旅行时认识的户外领队，在一起2个月，分手原因我妈不同意，说他没有正经工作。我哭着提了分手，他说了句会听你妈一辈子的话吗？然后转身走了。顾廷琛，工作后第1个相亲对象，家里做房地产的，真正的富二代，在一起3个月，分手原因是他说你太粘人了，我自尊心受挫，当场提了分手。他冷笑一声说，你别后悔。3个月后就和网红在一起了，照片到现在还在朋友圈挂着。江淮，分手后无缝连接的前男友，也不算无缝，隔了大概1个星期。他是我同事的朋友，分手原因是我发现他跟前女友还有联系，他说只是普通朋友，我说我不接受，大吵一架之后分了。分手那天他说，你永远都在无理取闹。我把1杯冰水泼在他脸上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林雨，分手后吴红衔接的前男友2号，3甲医院骨科副主任，分手原因是他太忙了，永远在手术台上。我发烧给他打了8个电话，他都没接到。等他做完手术回过来，我已经把他的东西全部打包寄回他家了。傅北，健身房认识的前任，现在做安保公司的合伙人。分手原因，他控制欲太强，不许我穿短裙，不许我晚上出门，不许我跟异性同事一起吃饭。我受不了了，大吵一架分手。分手那天他红着眼眶说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遇到你，
我当时哭了一整晚。就一个不认识，一个。欢迎8位嘉宾来到《谁是我的前任》第1季录制现场。8位嘉宾中有1位是女嘉宾的前任，在接下来的30天里，女嘉宾需要通过各种互动和考验，找出自己的前任并成功挽回他。如果成功，将获得30万奖金。如果失败呢？如果失败，女嘉宾需要在直播间向全网观众公开道歉，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前任，并且30万奖金将由那位前任获得。首先，节目组说有1位是我的前任，那说明7个里面只有1个是节目组认定的。合同里有一行小字，节目组有权根据录制需要对嘉宾关系进行背景调查，他们就是要搞事情。7个前任同台，这不报谁报？陆燕她其实从来没有对我不好过，只是她不善表达，而我那时候太年轻，总觉得轰轰烈烈的才是爱情。沈世安分手那天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不是不在乎，是太在乎了，反而说不出口。他出国后，我偷偷看过他的社交账号，他用了3年时间读完了硕士，又用了2年时间读完了博士，中间没有发过一条关于感情的状态。他的肤色比以前更深了一些，大概是常年在外跑的缘故。我忽然想起毕业旅行的时候，我在山上崴了脚，季野二话不说把我背下了山，一路上还给我唱歌。他唱歌很好听，像山间的风。顾廷琛老样子，永远从容，永远高高在上，永远让人觉得他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但我知道他左手手腕上有一道很浅的疤痕，是他小时候爬树摔的。他从来不提，但我摸到过。江淮最擅长的就是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但我知道其实是个很敏感的人，只是习惯用玩世不恭来掩饰。我泼他水那天晚上，他在我楼下站了3个小时，我全都看见了。和林玉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多个深夜，我在他的公寓里等他下手术，等着等着就睡着了。每次醒来的时候，他都给我盖好了被子，桌上放着一杯还温热的牛奶。他以前就是这样看我的，像是在看他的所有物，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占有欲。我曾经害怕那种目光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那里面藏着的，可能是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害怕失去。现在请女嘉宾进行第1轮的心动选择，请在8位男嘉宾中选择1位你认为是前任的人。我选择8号男嘉宾。为什么选择8号？因为其他7个我都不认识啊。按照节目规则，陌生的那个应该就是前任吧。女嘉宾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8号是你的前任？当然不确定，这不是第1轮吗？随便选选喽，反正规则也没说第1轮必须选对。小姐姐，我倒是希望我是你的前任，毕竟你这么好看。录制第1天，破冰环节，8位男嘉宾依次与女嘉宾进行5分钟1对1对话，全程直播，没有剧本。好久不见。7年零3个月。看来你过得不错。比以前瘦了。你倒是没怎么变，还是那副全世界都欠你钱的样子。宋婉棠，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想什么？想你是不是后悔了？想你当年有没有真的喜欢过我？还是想你会不会来参加这个节目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不等人把话说完。你也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永远不说重点。
5分钟到了，陆律师，下一位。宋婉棠，当年分手是你提的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一直在想，你到底有没有后悔过？婉棠，你刚才和陆燕聊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比跟你分手那天聊得好。你还是这么记仇。沈石安，分手那天你为什么不挽留？你提分手我答应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只是我后来一直在想，如果当时你说一句别走，我会不会就留下来了？当年我答应分手，不是因为我无所谓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说的对。我们隔着8000公里和12个小时时差，我没办法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。如果那时候我说别走，那就是我的自私。所以你觉得自己是在为我好？不，我只是觉得那时候的我配不上你的义无反顾。沈博士，请吧。这次我不会再让了。哟，好久不见啊，前女友。谁是你前女友？别乱认亲。你不是？那你刚才看到我的时候，手里的杯子差点掉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季野，你当年不是问我会不会听我妈一辈子的话吗？所以我想问问，你觉得我妈还好吗？宋婉棠，你还是这么有意思。我现在有自己的户外品牌，虽然比不上你那些西装歌女的前任们，但够养活自己了，也够养活你了。我不需要你养。我知道，但你妈可能会放心一点。当年你跟我说分手之后，我去找你妈聊了聊，你妈说我人不错，就是工作不太行，所以这些年我一直记着这句话。3年没见，你看起来过得一般。谢谢，你也一般。我可不一般，我公司的市值翻了3倍。那你的朋友圈怎么还留着3年前跟网红的合照？是不是新的还没来得及拍？那条朋友圈是发给你看的，我知道你当时在视奸我。我当时说的你太粘人了是气话，你提分手之前，我已经订了戒指。你说你太粘人了是气话，那你说我们不合适，也是气话吗？那是真话。那时候的我确实觉得我们不合适。我从小被惯坏了，习惯了所有人都围着我转。你黏着我的时候我会烦，你不黏着我的时候我又会想你。这不是故意吗？对，就是故意。戒指现在还在抽屉里。没有，还在抽屉里。哟，在跟前任叙旧呢。你不也是前任之一吗？我可不一样，我跟你的分手是最不体面的。你泼了我一杯水，记得吗？记得。
那杯水是冰的，特意加了冰块。别拍我！晚了，已经拍了。宋婉棠，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说你在无理取闹吗？因为我确实在无理取闹。不是，因为你说对了，我确实跟前女友还有联系。你现在道歉有什么用？没用，但我就是想告诉你，那杯水我活该。这张照片叫《前女友的愤怒》，好看。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呢？还在骨科？上个月刚升了副主任。他是真的忙，3甲医院骨科医生，1周7、8堂手术是常态。我烧到39度，打了8个电话都没人接。你后来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？挺好的，现在不怎么发烧了。这个还给你。你一直留着？想找个机会还给你，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。看到你上了这个节目，我就报名了。林雨，你恨我吗？不恨，我只是觉得很可惜，可惜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彼此。如果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忙，如果你那时候没有那么需要被关注，也许还是会分手的，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会把病人放在第一位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也是你的使命。你说的对，围巾还给你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但我还是报名了。你瘦了，没好好吃饭。吃了，你倒是没怎么变。变了，变老了。傅北，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节目？因为你说我控制欲太强，不是来证明你说错了，是来证明你说的对。这几年我想了很多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能接受你穿短裙，不能接受你跟别的男人说话，不能接受你晚上出门。我以为那是在乎，现在回头看，那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说你后悔遇到我，那你为什么还来？因为我想让你知道，那句话是我这辈子说过的最混账的话。我后悔的不是遇到你，是失去你。我在看心理医生，半年了。医生说我有分离焦虑，跟我童年的经历有关。我不是在卖惨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进去了。你当年说我有问题，我当时不信，但我记住了，后来我自己去验证了。宋婉棠，你不需要原谅我，但你得知道，我在改了。
如果我改好了，你还能回来吗？姐姐，你刚才跟那7个大哥聊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是唯一一个不是我前任的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的感想是，那7个大哥看我的眼神，像是要把我生吃了。姐姐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觉得7个里面至少有1半都还喜欢你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因为我也是男的呀，男人看自己喜欢的女人是什么眼神，这个我最懂了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你看傅北大哥看你那个眼神，就差把你是我的写在脸上了。你说对了。季野去找过我妈，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。这些年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故事就是那样了，一段被我妈棒打鸳鸯的恋情。但现在我发现，故事还有下半程。真心话，在7个前任面前，全程直播，算了，赔不起违约金，那就来吧。7个前任又怎样？我宋婉堂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这一次我不会再逃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游戏开始。在我们所有的分手理由里，哪一个是你最后悔的？跟你分手那次，我最后悔，不是因为还喜欢你，是因为我当时提分手的方式太糟糕了。我说你太冷淡了，说跟你在一起像在捂一块不会化的冰，我不该那么说的。你只是表达方式跟我不一样。如果时光倒流，在我们异地的那段时间里，你最希望我做什么？希望你告诉我，你也很难过。你当时答应的太干脆了，好像分手对你来说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我希望你能告诉我，你也在乎，你也不想分手，你只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异地的问题。我知道了。如果当年我有正经工作，你妈也同意，你会跟我分手吗？不会。我就知道。
如果你知道我订了戒指，你还会提分手吗？会，因为问题不在于戒指，问题在于你说我太粘人了，而我觉得那是正常的恋爱需求。即使有戒指，我们还是会因为这个吵架。分手之前，如果你知道我说谎了，除了泼水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我会跟你好好谈一次，不吵不闹，坐下来谈，把所有的误会都说清楚。那我现在跟你谈，还来得及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需要先确认你还是不是当年那个会说谎的江淮。如果当时的我没有那么忙，你会等我吗？会，我会等你，因为我知道你在做重要的事，你是在救人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个。你现在怕我吗？不怕，因为我相信你在改变。姐姐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有过哪怕1秒钟喜欢过在场除了他们7个以外的人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但你在8个里是最可爱的。耶！7个前任的问题在我脑海里不断回放，还来得及吗？你会等我吗？你现在怕我吗？每一个问题都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自己在这些感情里的样子。什么？30万公开道歉？弹幕里已经开始下注了，有人赌季野因为石头，有人赌林玉因为围巾，有人赌傅北因为眼泪，有人赌陆燕因为初恋最难忘。明天就是最终选择日了，30万，全网直播。等一下，这个节目的规则是8位嘉宾中有1位是女嘉宾的前任，但节目组从来没有说过其他6个不是前任，节目组只是说他们只认证其中1个，也就是说，在他们眼里只有1个人是合法前任。合同、规则、嘉宾名单、嘉宾手册。找到了，陆燕，知名律所高级合伙人；沈石安，斯坦福博士；顾廷琛，地产集团副总裁；江淮，自由摄影师；林宇，三甲医院骨科副主任；傅北，安保公司合伙人；周野，电影学院学生。季野，只有你。那个季野啊，小伙子挺实在的。季野是唯一一个我妈知道的前任。节目组做背景调查的时候一定会联系亲属，我妈肯定会把季野的事情说出来。只有季野
是被我妈认证过的前任，还是因为什么？怎么不认识？那个小伙子当年跑来找我说他喜欢你，喜欢的不得了。你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他每年中秋节都给我寄东西，什么冲锋衣、登山鞋、帐篷，给你爸都穿不完。他还写信，手写的。人家小伙子是孝顺我。答案越来越清晰了，季野，是你，从一开始就是你。节目组认证的前任是季野，因为只有季野跟我分手后还跟我妈保持联系。原来这就是答案，从一开始，答案就放在了我手里。但我心里忽然生出一个更大的疑问：如果他们7个都是我的前任，节目组为什么偏偏选了季野？是因为我妈吗？女嘉宾，请做出你的最终选择。8位男嘉宾中，哪一位是你真正的前任？姐姐，加油！我选择3号男嘉宾季野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季野是我的前任。回答正确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会选我。谁给你的自信？你妈。我选你是因为你是我妈认证过的合法前任。节目组找上你是因为背景调查联系我妈的时候，她把你供出来了。那我还得谢谢咱妈。她说了，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妈。宋婉棠，你知道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吗？多久5年零3个月，从你妈说行的那天开始。所以你的回答呢？愿不愿意让我重新做你的女朋友？说了。
姐姐赢了！姐姐好棒！因为我知道，这个圆满结局建立在另外6个人的遗憾之上。恭喜你，季也挺好的，你们很配。沈诗安，让我说完。我大学时候喜欢上你，是因为你活得太鲜活了。你笑的时候，整个教室都亮了；你哭的时候，让人想把全世界都搬到你面前。但我没做到，不过没关系，有人做到了。如果有一天季也对你不好，你还记得我的电话吗？不记得了，当年分手之后我就删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行，那我到时候自己来找你。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没事。我确实订了戒指，3年前订的，现在还在我书房的抽屉里。蒂芙尼的1克拉，圆形切割。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当年错过了一个亿万富翁。你开玩笑的，去吧，季也在等你。稍等，科里有事。一个急诊手术，我得赶回去了。你以前生理期总是肚子疼，这盒药本来是带给你备用的，现在用不上了，但还是给你吧，万一呢？宋婉棠，如果季爷以后不好好照顾你，你可以来医院找我，我现在的职称可以排到单人病房了。江淮，你这个混蛋！心理咨询的结业证书。我不是去看了半年心理医生吗？医生说我的分离焦虑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，这是证明，让你知道我不会再那样对你了。虽然你已经选了季野，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，你说我的控制欲太强了，我去改了；你说我让你窒息，我去看了医生。你当年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住了。我不是想让你回来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有人认真听。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，不管我在哪里，我都会来。恭喜。
你当年那句话我后悔了，你说我迟早会后悔的，你说的对，我后悔了，不是后悔分手，是后悔我当时没有好好跟你告别。那你现在可以好好告别了。陆燕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当年给我讲题，谢谢你包容我的吵闹，谢谢你是我的初恋。宋婉棠，你永远是我打过的最难的一场官司。哭过了？哼，没有，风吹的。走吧，咱妈做了饭，等着我们回去。咱妈？对啊，你妈说了，从今天起她也是我妈。那首歌很耳熟，当年毕业旅行时，他背我下山时唱的那首。这3天，我在7个前任的注视下，完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告别。季爷给了我一块石头，林雨给了一盒药，江淮给了一张照片，傅北给了一沓证书，陆烟给了一句话。那些年，那些感情，那些争吵和眼泪，都不是假的。宋婉棠，别再跑了。不跑了。盖个章，这是你家规矩，你妈说这样才算数。你妈也说行。